事呢，在心里边别憋着。想你妈的话，就光明正大的想。你看那边书架上，不是还有空位吗？明天找个相框，把你妈的相片放上，想的时候就看看。看我干嘛？想感激我呀？算了，我是还你妈人情呢。我不是你以前那爸，天天伺候你。在我这儿呢，一切从零开始。不会的，现在开始学，知道你以前不做家务，一堆人惯着你，伺候你，慢慢学呗，我愿意等。今天第一个任务啊，吃完了之后，把咱俩这碗就刷了，啊？行了，行了，别哭了，吃面，香吗？再来啊！老吴，老吴，老吴，你没死吗？你说话呀！别喊，没死呢。你有病吧？那我喊你不出声，吓我一跳。小韩呐，我平时待你不错吧？你对我是不错，你对这床不行。我床不行，你每天跟抽风似的上上下下爬那么多回，什么床能架住你这么折腾？你出了毛病就赖我。那当初这床，我跟没跟你说，你这螺丝不行，螺丝不行，你不听我的，非拿那破玩意儿着吧。哎呦，哎呦，坏了，坏了！怎么了？你赶紧给我找床去，快点！你先帮我出来。啊！你把床抬一下。哎，抬一下。快点！再抬一下，再抬点。出来了吗？快，快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长点，赶紧给我找快点！快！没事。啊！哎呦，完了！我这脚刚好，这我怎么打球啊？哎，郑队，干嘛去了？这么长时间才接电话？啊，刚才创可贴。上厕所呢，不好意思，没听见。什么事儿，郑队？没别的事儿，我就问问你，写的怎么样了？讲义好写吗？我跟你说啊，有什么困难你提前告诉我，我好有个准备。
那个什么领导交的任务，我哪敢怠慢？正夜以继日的赶呢。你怎么越这么说，我就越心里没底呢？要不这样吧，你来飞行部，我看着你。没那个必要吧，郑队？您是不相信我的业务水平，还是不相信我文笔啊？我就是怕你一个人工作量有点大，我帮你打打下手，查查资料什么。哎，郑队，这个还真用不着您费心，我呀肯定保质保量完成。但是您呢，也得记住了啊，咱俩之前说的那个，就是我把讲义交到您手里，您就让我提前复飞，对不对？早日解禁。行，郑队，那就这么着啊。小韩，小韩。臭小子！怎么样啊？跟你那个亲儿子处的还行吗？要不要我过去看看你？你是不是从外地回来了？你赶紧回家歇着吧，那个别过来了。哎呀，我这儿给你儿子带点好吃的，我给你送去吧。你是他什么人啊？这么上赶的？我这忙着呢。你忙什么呀？除了退休的老头老太太，我现在最羡慕、嫉妒、恨的就是你了。不行，我得过去看看你跟你儿子处的怎么样。我是真忙着呢。哎，行，等我吧，我这儿见。毛病啊！哎，小韩，走，我带你回家，顺便家访。不好意思，老师，我有约了。你的脚旧伤复发，篮球训练也停了，你是有什么活动啊？我们乐队早就约好了，今天在一块儿排练。再说了，你家访，你不就是老师跟家长之间的访谈吗？我去那儿往这干啥去啊？啊，你告诉你爸了？那行啊，有心理准备就行啊。当然告诉了，他可不是一般的心理准备。今天就看你俩 PK 的过谁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到时候你就知道。我是律师。啊，好了，那个咱们得抓紧时间练，要不然练不完了。走。老师再见。哎，好，再见。PK。不是咱，哎，小短腿，你给我站着！你在叫我吗？啊，你是不是眼瘸了？我腿哪里短了？不是你不仅腿短，你怎么还不讲道理呢？你把我车刮了没看见吗？还想跑？哎，不是你不那谁吗？我谁呀？我不认识你，别套关系。不是，那你把我车刮了，是不是你得赔一下啊？啊，你们当老师的就这么教学生吗？哦，我刮了你的车啊？那你是不是也受伤了？脚瘸了？要不要去医院做点检查？再包括个精神鉴定啊？你这什么套路呢？你这种套路我见多了，不就是碰瓷儿吗？再来是不是要讹诈了？你这种类型啊，满街都是。但是你这种类型我第一回见，有点意思。算了，今天我有急事要忙，不跟你计较。如果我真刮坏了你的车，咱们该走保险走保险，该修车修车。我现在有事要忙，不跟你啰嗦了。林小欧。
我又没赖账，你跟着我干嘛？顺路啊，你找人，我探亲。哎，不是你真不记着我？你要是再跟着我，就报警。不是我们不就派出所见过吗？长得那么低调啊！哎呀，你还是跟上来了。拜托，这是我第2个家。你是找萧寒呢，还是找萧寒他爸呀？哼哼，我就说我们见过嘛。那天半夜，你去派出所接萧寒。萧寒他爸该不会是那个人吧？我来客人了。你昨天来找我，为什么不说你就是萧寒的生活？我凭什么告诉你？你不觉得咱俩之间联系越少越好吗？难怪萧寒最近这么叛逆，近墨者黑呀。你也是个帮凶。哎呦，您终于想起我来了。哎，我倒想起你来了，哥们儿，给你个救命的忠告，离他越远越好。这人人品不行，老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，真的。你才人品有问题呢。行了，你说你们俩从澳洲掐回国内，现在呢，一个是学生老师，一个是学生家长。哎呦，这是什么样的缘分呢？孽缘。没什么事儿，那咱们就……哎，那个，咱们看看故事怎么发展啊！欢迎光临。我家。我跟你说我很忙，你怎么把他领来了？我是关心萧寒，不是你家怎么了？被炸了？还是不是因为你这臭小子，把你大麻烦给我领来？你生活这样都是自己造成的。我以前生活挺好的啊，自从遇上他们这师生俩，完了。喂，你身为一个机长，生活条件不可能太差吧？怎么提供给你儿子这么差的休息环境啊？您要是过来跟我讨论我怎么生活的话，恕不奉陪，门儿在那儿，请便。我身为萧寒的班主任，就有义务来进行家访，你也有义务接待我。说完了该说的话，我会走的。萧寒原本是多出色的孩子啊，才来跟你住了几天，开始上学迟到，上课走神，学习成绩不佳，功课一落千丈，这不就是因为你的影响吗？您说的好，我才跟萧寒在一起几天，您跟萧寒相处时间可就长了。您天天教导他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我们的国民教育素质堪忧啊！好啊，嘴皮子挺厉害，狂妄自大，还轰客人下飞机呢。我们国家的航空业要是都是你这种机长，早完蛋啦！反正我怎么教萧寒不用你管，你这袖子明显伸得太长了。现在你承认是家事了，那听说萧寒当初来投奔你的时候，你还跑到乡下去躲了起来。哟，真像是你会做的事情呢。史飞，帮哥们开门，我继续跟您老师理论。说到专业好，您是老师把萧寒教成这样，说开飞机您懂吗？什么叫把客人轰下去？飞机有几个档，知道吗？你这老师真是奇怪，现在还没有确定孩子到底是不是无辜的，你就在这里指责人了。再说了，孩子教不好，学校也有相关责任吧？你跑别人家里这算什么？这位小姐，关于教育分为2个部分，家庭教育占70%，30%才是学校。所以呢，萧寒的退步很大原因就是因为他的爸爸。是啊，现在这孩子也给吴峥的生活带来了影响，也给我们造成很多不方便。没我们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到底是不是萧寒的父亲？我真希望我不是。不是老吴啊，你不能六亲不认，生气归生气是吧？你要不养呢，你交给我，我帮你养，好不好？那老师容易吗？大热天的，你说来家访是不是？现在这么好的老师，认真负责，哪儿找？你是我哥们儿吗？怎么帮他说话呀？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啊？这样不行，你这人真不行。萧寒待你这真不行。还一唱一和的了啊！行，你们2个三观一样，三观特别。那这孩子，你们俩养去。撵我干嘛？你们2个相爱，你们既然这么三观合，三观正相，那好，我不管了。我还没讲完呢。我们俩养。你上来站。我们俩养啊！你有责任接待我的。喂，我可以不管你怎么做人啊，但是你也得确定孩子尽可。什么乌烟瘴气？你身为一个老师，在人人楼道里大声喧哗，你这也算是为人师表吗？啊？难道我不跟他讲过我表扬啊？你这才是不对的，好吗？哎
行了，好，林老师，行，他不会开门了。那个，他说让我们俩养着。谁给你养了？慢点。哎，可以。你看你脚都伤成这样了，也不处理，难不成你爸家暴啊？家什么暴呀？他要混成这德行，天天灰头土脸的，他还有脸在家里打孩子吗？活不活了？老吴虽然渣，但人并没有渣到家吧？再说，真要干起来，说不好谁吃亏呢？是不是？起了，把鞋穿上吧。说真的，你跟你爸处了这么久，真没处出一点感情来啊？跟他能有什么感情？就我住他那头一天，他以为我睡着了，其实哥们清醒着呢。他就站在我床前，就一直盯着我看，看我好半天。他想干嘛呀？瘆不瘆人啊？其实你爸可能估摸着要把你卖出去，或者他内心受着煎熬呢。小韩，有杀气。哎，他没准正估量着呢，哪天给你卖了，你看这大哥能卖不少钱。你小心点，我给你卖了。不过说真的，他这人挺奇怪的，高兴了把他们老吴家祖传的煮面条秘方告诉我，不高兴就赶我走。我跟你说，我忍得了，最多再忍他2年呗。等2年一过，我走了，不跟他混了，无所谓。哎，好了，你们俩呢就继续相爱相杀，小日子还不错了。谁跟他相爱相杀？谁跟他相爱相杀？狗屁！我跟他是捕食与被捕食之间的关系，我们俩就天生一对天敌啊！哎，好，没事吧？那孩子呀，坚决不能留。你不要因为他们说了几句话你就心软了。谢谢你帮我解围啊，我现在忙着呢，没工夫搭理他们。那孩子老师现在都杀上门来了，你好心收留他，他就这么做。所以啊，你就趁这个时机啊，让他孩子走吧，省得你最后啊，费力不讨好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这2天就那么不忙？我刚从北京飞回来，发现你不喜欢甜点上次，所以呢，就专门买了牛舌饼给你吃。行，这牛舌饼我会好好吃的，你放这儿吧。我现在特别忙，得把这写完。没什么事，你先走吧。我看你吃完我就走。啊，吃了啊。哎，你等等，我去给你沏壶绿茶，绝配。真不好意思啊，我真没察觉我刮了你的车，你一上来就叫我赔，我以为你是碰瓷儿的呢。看来你平时没少被人讹呀。反正你已经有我的电话了，那你要修车的时候再告诉我吧。啊，哎，也请你给我一张你的名片。哎，请多指教。谢谢。哦，你就是史飞啊！我早该想到。怎么着，我这么出名吗？是不是萧寒给你讲过我的传说呀？那个冒昧的问一句啊，那个，你有男朋友吗？我有男朋友，你别误会，只是我一直舍近求远，以为你就是萧寒的生父，一直追着他要你的电话，没想到无真隐藏的这么深。哎，总之呢，这车的事啊是我的错，改天我再请你吃饭赔罪吧，好吧？干嘛之后啊？就今天呗，正好我们聊一聊这车该怎么修的问题，好不好？你看，就这儿呗，这饭店看着我们俩呢，走吧。说好了我请客，你倒挺会替我省钱啊。嗨，这个酒香不怕巷子深啊，一会儿你尝尝就知道了。这儿呢是老吴的深夜食堂，你别看他这人不怎么着，哎，吃东西还挺挑剔的。哎，
生辰点到。哎，春儿哥，哟，小史来了。今儿吃点什么呀？就2人份，然后招待呗。哎呀，姑娘真清秀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我今天给你做点清淡的，啊。哎，对，那个茄子多放点糖啊。放心吧。哎，谢谢啊。谢谢。你和吴峥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啊？啊，对，我们俩从穿开裆裤就在一起。有点不卫生，你就略过吧。你呢？有什么关于我的情况想问我的，那个你就别绕弯子了，直接问我。你这搭讪的方式也太老套了吧？你们大叔都是这样的吗？怎么就大叔了呢？我们不要太年轻好吧？就基本上就接近80后了都。哎，现在90岁的都统称90后的，你80前有什么好光荣的？这上回呢，在派出所就觉得你挺好玩的啊，这回一见真的，挺有性格。哎，就是老吴不对啊，他平时挺有女人缘的，怎么到你这儿就……他有女人缘，为人刻薄，自以为是，到40岁了还这么没有责任感，喜欢他的女人都瞎了吗？我就没见过比他还没绅士风度和教养的男人了。哎，看来你对他误会还挺深的。误不误会我没兴趣追究，我担心的是萧寒，他现在正值青春期，又遭受了一连串的打击，现在要遇上这样的生父，我真替他担心。我这老吴啊，没那么糟糕，就是最近呢点儿背，再加上跟你有一点小小的旧怨啊。你放心，他绝对不会不养这孩子的。咱换句话说，你说谁现在突然间蹦出来这么大眼儿的，不得好好的有段时间缓冲吗？你不用替他说好话了，就怕他缓冲期过长，把好好的孩子也耽误了。他呀，不是飞行员嘛，天天在天上飞，有点不接地气儿了。但是你看，他已经把他家那床弄成上下铺了，这就说明给孩子留了一个位置。真的，我跟他那么好，平时我去他家里，他都不乐意呢。这就说明他已经退步了。你再说了，你这70后和00后之间多少条代沟呢？你是不是得给人点时间缓冲？不是聊他干嘛呀？你说，来了，先来俩小菜。好，谢谢。哎，行，尝尝吧。可以啊。你还没走啊？我要是走了，谁照顾你啊？我炖的虫草，吃着喝点吧。不，那个我现在忙着呢，不吃。要不你吃吗？或者给那小子留着也行。我专门找人给你买的，你给他干嘛呀？他现在长身体呢，需要补一补。你们俩才处了几天就有感情了？我对你一直都这么好，也没见你回应。那孩子看着顽劣，其实啊挺惨的，连方便面都不会煮。一看他之前的爸妈呀，对他就不怎么样。既然你说到这儿了，那我就提一句，我也憋不住话。你书柜上的照片，你是不是在心里还给他留一个地位呢？我心里边有没有位置，还真没必要跟你商量。咱俩不是说好了吗？咱俩就同事关系，咱俩别越界啊。你说你天天飞行那么累，还3天2头往我们这儿跑，我都替你累得慌。有这时间在家好好睡觉多好啊！第二天早上还能精精神神的在飞机上为乘客服务。你不就仗着我喜欢你吗？鉴定中心吗？我有一份样本要做亲子鉴定。请问你是本人或有本人委托书吗？有。那可以。那我马上送过去，麻烦您给我加急。最快什么时候能出来啊？最快明天。
好啊，明天就明天。对不起啊，让你舍弃你妈可口的晚餐，陪我来吃快餐。哎，没事，天天在家吃都吃腻了，主要是，我也不想在家待着。哎呀，你至于的吗？不就不让你弹被子吗？你要实在想弹，下次我就陪你在学校多待会儿，咱多练那会儿，什么都回来了。不是这个，一看到我妈就感觉压力特别大，就感觉欠了好几辈子似的。你妈喊你回家吃饭了吧？叛徒？谁是叛徒？我爸。你这么恨你爸呀？你要实在不行就接了吧，万一有啥急事呢？我答应过我妈，哎，不死要过8年。无论你怎么反叛，你最后还是得站在阿姨头。不过到时候会六亲不认。六亲不认，不会连哥们都不认吧？怎么可能啊？喂，吃。什么事儿？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，能不能让儿子周末到我这儿住一晚上？我想利用周末的时间带他出去玩玩。不用了，他没时间。咱们离婚协议里头有规定，我每周都有探视孩子的权利。我现在给你打这个电话，是我尊重你。如果说我直接去学校接他的话，周正义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不经过我的同意擅自去见周周的话，我就把你的底牌全揭了，我让你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完全的坍塌。我现在还有什么形象可言呀？已经都被你毁得差不多了。我给儿子打电话，他也不接。哎，这就对了。什么叫做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？你这个当父亲的原来不投入，你现在想要回报，门儿都没有。我知道，我以前工作忙，对周周的关心太少了。我现在不是想弥补吗？方如，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见见儿子，行不行？不用了，他现在学习特别忙，业余时间还要补习英语，没有时间。你还是一门心思的想送他出国是吗？这下更见不着他了。如果公司那边你有什么事情搞不定，告诉我，我可以帮忙，好吗？你原来不把我们母子俩的事当回事，你现在想管了，我们还不用了。行，我可以不管，好吧？但是我想给你个忠告，你把公司的一些元老全部开掉了，你这样会失掉人心的。这样做对公司今后的发展会很不利的。周正义，现在公司的事我说了算，不用你操心，挂了。哎，你去哪儿了？我哥刚才打电话说他找到一家不错的公司，准备面试。别着急，他说他先准备资料，准备面试，晚一点再跟你视频。早知道就不去小凡家了，还把车给刮蹭了。没事吧？你没被人讹吧？我早就让你安行车记录仪，你就是不听，你什么时候安啊？啊，你告诉我。我没赔钱，也没被人讹，哪有人开好车来撞我这小车碰瓷的？没被人讹，你干嘛那么气急败坏的？墨镜被那个倒霉鬼给退回来了。更不可思议的是，他居然是萧寒的生父。真的假的？
我不是一直在找萧寒的监护人吗？没想到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他之前还来学校找我退墨镜，却只字不提他跟萧寒的关系。后来我去家访，开门的竟然是他。这人无赖透顶。萧寒有这样的生父，真是倒霉。你还是先别担心萧寒了，担心你自己吧。你不是说一碰到这个人你就会发生倒霉的事情吗？而且萧寒的事儿不是你一腔热血就能搞定的，你赶紧踏踏实实的混完这学期，赶紧去澳洲。萧寒现在这样，我怎么放心走啊？况且我走了，谁理他？真负责任！我小时候谈到你这种老师就好了。讲义写的怎么样了？郑队，我这噼里啪啦正打字呢，你听。好，你什么时候能写完啊？早点发给我，我好提前备课。你放心，在交稿之前的一晚的10点钟以前，我肯定交上去。好，部长，你可别怪我啰嗦啊！这次你可千万别再出什么幺蛾子了。放心吧，哥们儿肯定按时完成任务。我们老师来过了吧？就咱家这么乱，他没因为这环境给你打下来啊？你们老师来为什么不提前通知我？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吧？你俩这么熟，见了面不就是大大的惊喜？我这忙着呢，你边去。不是，我就好奇你到底配没配合啊？你俩没因为这脏乱差啊打起来，或者一言不合？我怎么着？脏乱差，那会给他铺红地毯欢迎他啊，把弄堂里边的大爷大妈组织起来给他唱首歌。你要嫌这脏乱差，你就赶紧走人，别影响我啊！我当初嫌这脏乱差的，我说你给我租套房子，你不同意呀？哎，我就勉为其难的住在这儿了。钱，除了张口闭口钱之外，你还有什么呀？还有诗和远方。哎，没劲！我看你啊，被你那公司逼得有点丧心病狂了。俗话说得好，跟明白人吵架，不跟糊涂蛋说话。我先走了，浊气太重，出去溜达溜达。哎，这一身负能量，不能老跟负能量的人在一块儿待。喂，店长，就想告诉你，今天是给养的最后一天了。你看是续费呢，还是抽空把卡带走呀？周周回来啦！哎，刚洗的蹄子，特别甜，吃一个。谢谢。哎，来。你回来这么晚，真的是跟小寒一起在学英语啊？怎么，我交朋友你现在都管？哎，不是，妈妈怎么会是这个意思呢？你爸跟你联系了吧？没有啊。这孩子大了吧，这主张也大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知道你爸今天跟你联系啦。是，他跟我联系了，不过我没接，我就是怕回来我还得跟你解释。来吃这个，吃这个。
周啊，你看我们母子俩原来多好啊！你小的时候真的是无话不跟妈妈说，我们之间都没有秘密的。这长大了，怎么反而还跟妈妈疏远了呢？行了，那个别再把我当小孩，有点困了，我先睡觉。这吃点吧。不用了。小韩，昨天有一位狗友来我们店里，一见到奥斯卡就不停地问我，问你为什么把奥斯卡放这儿寄养，是不是想转让？他说他跟你混的是一个狗友论坛，名字叫做“旺财的秋天”，你有印象吗？哦，他呀，他总缠着我，让我把奥斯卡转让给他。等他下次来店里，你就告诉他我已经把奥斯卡接走了啊。好，明白。店长，过来一下。那我先过去啊。啊。什么征兆？哪儿来的狗？你赶紧先走。哎，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奥斯卡 ，stay， 奥斯卡，名种犬，特别乖，哎，它不咬人啊，哎，你别咬它，自己。你知道我对狗毛过敏，你赶紧牵走，真的，赶紧牵走。你这，哎，戏演的有点过了啊，咱家乱得跟猪窝一样，你怎么可能对狗毛过敏？嘿 ，stay， 不听话啊。你知道我最怕狗了，你还把它牵过来？你刚才是说出去透透气儿，你把它牵过来什么意思？第一啊，我不知道你怕狗；第二，宠物店寄养到期了，它是我世界上留下唯一的亲人了，我不能放走它不管呀。他是你亲人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你钱包是吧？不是那意思。你看看，我真不是那意思。你看咱家就像狗窝一样，这牵来狗不也是名副其实吗？而且吃的也少，你就把它当一家具随便搁着哪，你时间长肯定喜欢它。把它当成家具，你见过会动的家具吗？你见过家具长毛吗？当初让你过来寄养2年，可没说买1送1啊！我告诉你，小韩，就一个选择，要么人进来，要么狗跟人一块儿出去，你自个儿选。
放，心中是骏马和猎场，最了不起的脆弱迷惘，不过就这样。天外有天有无常，山外有山有他乡，跌了撞了，心还是回老地方。游离于城市的同样，错过了心爱的姑娘，宣告世界的那个理想已不知去向。为所欲为是轻狂，防不胜防是悲伤，后来才把成熟当偏方。当所有想的、说的、要的、爱的都记在心脏，行李箱里装不下我想去的远方。这来的、去的、给的、欠的，算一种褒奖。风吹草低见惆怅，但至少还有光。把烦恼空了、吞了、忍了、算了，不对别人讲。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？若男孩笑了、哭了、累了，说要去流浪，留下大人的模样，看岁月剑拔弩张。总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。